Hello， 大家好，我是国宝老师努伦基 Sam。大家听到我这个影片的开头音乐是不是有点耳熟哈？其实我这个是致敬我们痴汉日常频道了哈。他们频道每次都用这个音乐叫做 Snack Time， 零食时间哈，就是不要假崩啊哈。已经有好几集我的这个影片的开头都是先开始吃东西，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在做痴汉日常的感觉哈。好啦，那今天呢是跟小虎哥约在了这个大溪见面哦。首先我们先吃了这个客家人爱吃的炒米粉，还有什么姜丝炒大肠，然后呢又来附近吃这个老阿伯现卤豆干啊，这个是大溪的名产了哈。那我们就点了一个全部都有的招牌，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边大快朵颐了一下。那今天为什么要跟小虎哥约在这边呢？因为呢，那个时候是去年的12月，想说天气冷了啊，然后呢，这个落羽松应该都红了，差不多可以来观赏了哈。然后上次跟小虎哥去那个安信竹北店啊，觉得这个来回骑得不够过瘾哦，就约了这个12月份我们再来骑一下。那首先在大溪出发，吃饱了之后呢，我们就走这个上次国龙哥载我走的这个路哦。那我也上次去安信之前走过这个路，那个时候还有花彩节，还有很多的花很漂亮，对不对？现在全部都凋谢了哈。那我上次去那个落羽松的那个地方是国龙哥带路的，所以我也蛮无脑的，就一直跟。那这一次呢，自己骑过来就发现，骑到这边怎么路封起来了呢？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在画面左下角那一边哈，可能是因为落羽松的这个旺季哦，所以呢，他在这边就把它封住了。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必须要步行，那一路走这个红色的路到落羽松那边去哦。但是其实上一次国龙哥带我走的路呢，是一路都沿着外面那个黄色的道路啊，就骑到那最里面还有一个停车场，从那边走到这个月眉湿地的落羽松大道就很近了啦。不过呢，我跟小虎哥都想说啊，刚才吃那么饱，对不对？既来之则走之哈，散散步也不错啦。那这个大概1公里多的距离，也不是特别远哈。啊，这个河滨的公园就是视野非常的开阔，然后呢，都是一些新规划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各个县市的河滨公园都有蛮多还蛮漂亮的地方。那这一边的特色是，它把它做成人工湿地。那既然是湿地，它的一些生态都会比较丰富吧，不管是水里面的啦，或是水旁边的。那我相信这个人工湿地一定它维护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哈，不是说挖一个坑放一点水进去就可以了，一定要考量到这个循环啦，它怎么流动啊，还有里面的这个物种等等的。那还是觉得桃园的大溪有这个地方是蛮不错的。那我们走一小小段的路，很快就来到这边咯。这也是上次国龙哥带我从左边那个岔路走进来哈，很快就可以到达第一个拍照的景点。哇，这个笔直的落羽松大道真的蛮漂亮的哈。那小虎哥他就是身高就是 model 身高，拍起来就好看。那我呢，怎么感觉有点55身啊？好，没有关系哈，落羽松好看就好啦。那这个落羽松呢，严格来说它不是松树，它是杉木哦，所以你要查这个维基百科的话，严格来说它是叫做落羽山。那这个是这个湖的对面哦，哇，这个刚好阳光这样照过来，蛮漂亮的。落羽山因为它的那个叶子啊，真的有一点点像那个羽毛，所以它是落羽松它不是那个下雨的雨不是说在这个树下会好像很多下雨的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的哦。这个落羽松啊，它的原产地很久以前其实是在美国来的哦，后来呢在中国也有种啊，然后也有在台湾有人引进来种植。那它的特色是它可以种在水边，也可以活得很好。这边有一个主人，他牵着一头松狮犬，哇，这是很贵的狗哦。当天其实天气蛮冷的那我跟小虎哥都穿上了皮衣，不过呢晒一晒太阳也还蛮暖和的。好啦，那骑上了车，再次的要出发啦，我们要前往我们的下一个景点。
那从这边出去呢，导航就没有再导我走刚才那个路了哦，就不会再经过之前那个桃园花彩节那一边，我们就走向刚才那一个我说的黄色的，可以一路通往最里面的那一个，应该是叫做月湖路哦。那我们下一个要去的点呢，就是台三乙上面的落羽松大道，也是非常近啊。就是过了五岭桥之后呢，走3元一街接上台三线，然后再沿着台三走到台三乙，很快就会到了。好，那我们就按照计划上了五岭桥，然后下桥之后接到3元一街。那这一边呢，就是要接上台三线的一个道路哦。这边常常我会忘记到底回家的时候要左转还右转，不过要走台三乙的话，就是走左边啦。其实距离真的非常近哦，走一下下，大概过几个路口就觉得，怎么就到了？然后这边右边其实就是落羽松大道咯。那个大溪的区公所还在这边立了一个牌子，但是刚进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这是什么大道？这明明就是巷子嘛，对不对？但是再往里面走一点点，就会发现，真的有2排直挺挺的落羽松在那边，哇，还蛮整齐，蛮好看的哦。虽然一开始的入口这边感觉有点像是工厂啦哈，但后面，这整个感觉就好多了。那这边的落羽松感觉种了比较久哦，那像刚才月眉湿地那一边的落羽松是种的比较密，然后呢，这个高度比较低哦，那因为它是新弄出来的嘛，这边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主人就已经先把它种好了哈。好，那这个落羽松大道大概就800公尺，左边那边有一个小小停车场，大家开车也可以过来。那后面呢还有一小段，在左前方，我们再过去看一下。这一段路的落羽松呢，其实我觉得也蛮漂亮的哦。据说它都是比较早开始转红。那它的特色跟前面那一段不一样的是，前面那一段的路是比较笔直的哦，那你拍起来比较有那种深邃的感觉。那这一边的路它是比较弯弯曲曲的，比较蜿蜒，所以你拍起来呢也有比较雅致的感觉。然后这一边呢，它的两侧比较没有建筑物，所以阳光比较能够照得进来。那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呢，停下来帮我的爱车 CB300R 好好的拍一下它跟这个落羽松的合照。哇，大家看这个旁边很开阔哈。那其实这2段的落羽松大道啊，都是一般的道路，那它也没有人行道，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这个汽机车经过哈。那你拍照的时候就不要挡到别人经过，别的车辆经过就可以了。这张是我觉得拍的最好的，值回票价。那我们就回头要再回到台三乙哦，那就顺便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次这个落羽松大道。哇，从这边过去呢，有一点点逆光，那反而又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哦。那这一段的笔直的落羽松大道呢，它的两侧是有一些房屋，有一些人家，可是可能他们的经济实力都还不错吧，房子都盖得还蛮大气，蛮漂亮的，所以跟这个漂亮的落羽松啊，结合在一起，也不是那么的突兀，真的到这边有一点点一秒到国外的感觉，对不对？一个右转又回到台三乙了，虽然夕阳已经有点要西下了哦，可是我跟小虎哥呢，还是想要把握这最后的时间，想要进去石门水库来看一下。那这个台三乙到了这个路口啊，它要左转，但左转还是一样台三乙哦，这个道路的规划就是有点特别啦。然后沿着这个导航呢，到了这个地方是民友街，从这边转进去，你的左手边其实就已经是石门水库的范围了。哇，那这边的这个街区啊，哇，就觉得好像别墅一样哦，蛮漂亮的。再往前走一点点，就会来到了这个地方。那在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介绍过的哈，高线管制站。那从这边呢，就要买票进场啦。但其实你买的不是人的门票，而是你的停车券哦。那汽机车都是计次的，大型重机跟小客车一样都是120元，那一般的小型机车就是收50元。那有一种人可以例外，就是你的户籍地呢就在大溪或是龙潭的人，因为你家就在附近嘛，这算是给附近居民的一个优惠哈。好，那我跟小虎哥都没有下来走路，因为管理员有跟我们说啊，现在这个枫叶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好像也不用特别下去走那个枫林步道哈。那我们就走这个石门大坝，就用摩托车来骑过去，这样一边骑一边欣赏这个远处的风景。
哇，我还是觉得这个大坝上面的风光还是蛮漂亮的哈。我自己骑摩托车来，这次是第2次，因为之前自己有来过的关系，所以这次呢就好像导览员一样啊，带着小虎哥来前进。那来到这边呢，我想要上去那个松台看一下哈，可是呢，因为附近都是画红线，像我这种守规矩的人啊，一时就不知道车要停哪里才好。可是这个小虎哥他就非常的灵光哦，马上就在旁边找到了一个也没有画红线，而且还有别人的车停下来的地方，那我们就不算违规了嘛哈，就可以停好车，然后慢慢的来欣赏一下这个松台。上次来就很想上去了哦，很想知道上面的景色怎么样。好，这边就是它的入口，松台。松这个字呢，它就是山加上高嘛，所以就是高山的意思。那松台呢，很显然就是因为它可能是这一段大坝上面高度最高的地方，所以叫做松台。但是我跟小虎哥呢，有一点点猜测，它的下方可能是一些石门水库的基具哦，所以他用这个小土山呢把它盖住，然后呢还可以做一点小小的观景台。我觉得这做法也蛮聪明的。上来之后发现，哇，这个景色果然是蛮不一样的啊！高了这么一点点呢，就觉得景色整个层次完全不同。哇，大家看，我们的车就是停在那下面，然后这边呢是大汉溪的上游，也就是被石门大坝挡住的地方。哇，夕阳这样照下来，刚好非常漂亮。我们再往前走一点点哦，那边有凉亭，那过去看一下，从那一边看出去的景色是如何？哇，也是很漂亮，然后有这个蜿蜒的石门大坝，然后那边就是这个西周山了哈，那边也是可以出石门水库的。那左侧这边看大汉溪下游的地方呢，就视野不是那么好啦，因为有一些树啊、草啊，他们都没有下去把它砍掉，因为作业上有困难嘛，也是蛮危险的。好啦，那简单的这个欣赏一下风景之后，那就跟小虎哥边聊边下山，它就是一个松台啦，但是可以说是一个小山嘛。我们牵车的时候呢，发现西周山那一边的上面出现了一个白白的点，那个就是月亮哦。哇，虽然夕阳还没有完全西下，可是月亮已经上来了，就形成了这种蛮特殊的景观。虽然我的相机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景色蛮漂亮的。好，那我们就继续把剩下的大坝把它骑完哦，顺着阳光的方向这样子骑下去，哇，看着远处的那个景色也还是蛮美的哈。石门大坝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A few moments later， 在环穗楼附近上了个厕所，那出来的时候呢，发现阳光已经几乎都不见了，那就准备呢要踏上回家的旅程啦。那从大坝的这一侧呢，可以下切，我们想说都来了哈，就都骑骑看。那前方就是那个枫树林，不过今年来的时候跟去年一样哦，枫树都掉光了，希望明年我有机会可以在枫叶正红的时候过来看一下。今天这样子半天的行程呢，虽然没有骑得很远，可是呢却去了3个景点，也觉得蛮丰富的。最重要的还是呢，能够跟车友一起聚一聚，聊一聊，这就是最大的乐趣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